Hello， 大家好，我是 YC。今年2026的 Computex 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呢？今年因为 AI 的爆红啊，整个展场都是黄仁勋，各种黄仁勋啊。我自己每年除了看看新的议题之外，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特别去逛一下键盘品牌的摊位。毕竟平常很多键盘都只能透过规格表啊，或是照片来去了解，但到了现场，你可以直接摸、直接打，比较容易知道这把键盘是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那今年我在 Iconix 摊位停了比较久的时间呢，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一把让我觉得好像有点东西的爱轴键盘，那就是本集影片的主角 Magic 75。那讲到 Iconix 这个品牌呢，那相信不少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家常说的铝厂。虽然说这个称号多少带一点玩笑，不过有一说一，我自己一直很喜欢他们家的键盘做工。之前频道也开箱过 MQ80 和 EZ80 这两把键盘，不过虽然他们的产品定位是完全不同啊，不过有一件事情是一直都没变的，那就是 Iconix 很知道怎么把一块铝做得很有质感。它不是那种第一眼就觉得很浮夸、很抢眼的设计，反而比较像是你每天都会放在桌上的东西，越用越看越容易发现它很多细节都做得蛮到位的。不过老实说，在我第一眼看到 Magic 75的时候，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这不就是 MQ80 的堂弟吗？同样都是矮轴，同样都是铝壳，同样都有3模连线，也都是 Iconix 自家的 Lay Tray 结构。乍看之下好像只是换了一个名字，不过在用了几天之后，我开始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今天是我自己花钱，又是第一次买 Iconix 的矮轴键盘的话，我一定不会选 MQ80。这也是今天这支影片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环节。那究竟 Magic 75有哪些地方做对了，让我觉得它甚至比 MQ80 还更值得推荐？那我们就先从大家第一眼会注意到的地方开始吧，那就是外观。那 Magic 75采用的是84键 75% 的配列，如果你平常用的就是 75%， 那基本上你不用花任何时间去适应。该保留的方向键、功能键也都还在，而且它桌面空间也比 TKL 还更省一点，算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配列。那外壳的部分一样都是 Iconix 很熟悉的 CNC 铝壳。那我这次拿到的呢是夜游黑的配色，不过它其实不是纯黑色啊，颜色比较接近铁灰，还带了一点点的青色。在不同的光线下，它的颜色层次其实还蛮漂亮的。而且有一个我一直很喜欢 Iconix 键盘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刻意的去做很多的装饰，它没有很浮夸的线条，也没有一堆很奇怪的切角，反而把重点呢放在了加工的品质，像是边角的倒角啊、外壳接缝，还有表面的细致度，都是你每一天摸得到，也最容易感受到的地方。很多人买键盘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比规格。RGB 有没有？3模有没有？1000赫兹有没有？支不支援 V 啊？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我现在在看一把键盘呢，反而比较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把成本花在哪里。因为规格其实很多品牌都达得到啊，但是成本怎么分配呢？恰恰反映了一家品牌他们想做的是什么产品。而 Iconix 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这样啊，他们没有把预算拿去堆一些非常吸睛的功能。反而是花在每天都摸得到、每天都感受得到的地方，像是铝壳加工、表面处理，还有我今天特别想聊的这把键盘的结构 Lay Tray。第一次看到 Lay Tray 这个词啊，相信大家的反应应该跟我一样啊，就是又是一个新的结构吗？但它其实不是为了取一个新名字啊，而是 Iconix 对于传统 Tray Mount 的一个全新的设计。那大家对 Tray Mount 的印象通常都是偏硬啊、正手、打感直接，那所以很多后来品牌就开始做的是 Gasket 的结构，那希望可以让键盘的打感啊、声音更加的厚实软弹。不过一般矮轴键盘跟一般的机械轴键盘的差异啊，就是它的键程比较短。所以如果再把整个结构做得太软弹，反而会让按压的回馈感变得非常的模糊。所以 Iconix 没有直接照搬 Gasket 结构，反而是选择做自己的 Lay Tray 结构。它保留了 Tray Mount 稳定直接的特性，同时透过内部结构还有垫片去降低传统 Tray Mount 那种声音的感觉。那除了结构之外 ，Magic 75内部呢也采用了 FR4 定位板，再搭配各种棉类的声音填充包。那如果你平常有在玩刻抓键盘，相信你对这些材料应该是不陌生的。
那 FR4 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回馈感比较均衡，不会像金属定位板那么生硬，也不像 PC 那么的软。这也是我一直很喜欢 Iqnix 的地方啊，就是它不会告诉你它到底用了多少多厉害的材料，反而是它整体搭配起来会让你觉得它是一把有调教过的键盘，不是把一堆所有流行的元素啊全部都揉在一起。当然该有的规格它也没有少，Summer 连线、有线 2.4G、蓝牙 5.1 都有支援，那其中有线和 2.4G 都可以做到1000赫兹的回报率，另外也支援 VR， 只要到官网下载 JSON 档就可以直接改建写剧集。这些功能目前看起来好像已经是标配了，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因为把价格压下来就把这些重要的功能全部拿掉，那这也是我觉得 Magic Q 最有竞争力的地方。好，那前面聊了不少规格，那相信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把键盘到底打起来怎么样。毕竟规格再漂亮，如果每天用的不舒服，也很难成为大家的主力键盘。那我自己用的这把键盘大概1个月的时间，平时回 mail 啊、写影片脚本还有剪片呢，都用这把键盘来做。那所以因此我更能够感受到它真正的优点。那 Magic Q 搭载的是 Iqnix 自家的金红轴，那触发行程 1.2mm， 总行程是 2.8mm， 那按压压力呢是40克。所以只看规格，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线性轴啊。但我觉得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整体调教的手感。多亏了前面提过的类脆结构，在下压到底的时候还是保留了一点点的缓冲，而且回弹很快，不会让你一直很想用力的去敲击键盘。所以如果你平常打字速度很快，或是习惯用的是笔电那种剪刀脚键盘的话，我觉得它是很容易适应的一把键盘。那除了打感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需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它的高度。很多人喜欢矮轴，主要是因为它的键程短，打起字来就比较不费力。但我觉得真正让我有感的是手腕的角度。Magic Q 的前高和后高都控制得非常不错，就算不使用手托，我自己连续打2-3个小时，手指也没有感受到非常明显的疲劳感。当然，每个人的打字姿势不同，这部分会存在一点主观上的感受差异。但就我个人的习惯来说啊，我觉得它是一把可以让我很自然一直打下去的键盘。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小细节，就是它对双系统的使用者真的非常的友善。因为我平时工作就是 Mac 和 Windows 两边切，所以每次拿到新键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有没有 Mac 模式。那 Magic Q 只要长按 Function 加 Tab 就能够切换 Windows 和 Mac 模式的键位。虽然说这不是什么最新的功能，但就是这种日常都会用到的小地方啊，反而最能够影响一把键盘能不能够长期的留在你的桌上。最后顺便聊一下 RGB。那 Magic Q 采用的是上灯位的设计，搭配矮轴本身比较低的高度，让整体的灯效看起来也是蛮平均的。就算在白天室内有开灯的环境，它的亮度其实也很够。不过这边也提醒一下，如果你是 RGB 全开派的话，它的续航就只剩下10个小时左右。那如果你跟 YC 我一样是完全不开灯派的话，那它的续航就可以达到恐怖的500个小时。好，不过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很多人应该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的打字音听起来怎么样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Magic Q 的原厂打字音表现吧。那如果只听声音，我觉得 Magic Q 它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非常追求低频啊、很闷、很厚的那种 stock 音，它比较偏干净利落，每一颗按键的声音呢表现都还蛮一致的，并没有哪一颗键特别的突出，整体的表现跟它的老大哥 NQ80 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是冲着声音来买一把键盘的话，我会建议你实际去现场体验过，听听看它的声音表现，因为它不是那种第一次听就觉得非常惊艳的声音，反而比较像是每天使用都不会觉得吵，而且也不会腻的那种调性。不过看到这边，我相信大家心中的问题其实是 NQ80 跟 Magic Q 到底该怎么选呢？老实说，在拍这部影片之前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两把键盘真的太像了。都是铝壳，都是矮轴，都是3模，也都有 Iqnix 一贯的做工。那如果你已经有了 MQ80 的话，我会觉得你其实没有必要为了 Magic Q 而换掉它，因为这两把的使用核心体验非常的相近。它不是那种全面升级的产品比较像是同一个产品理念下不同取向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第一次买 Iconix 的矮轴键盘的话，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明显啊，我真的会毫不犹豫的推荐 Magi 75。原因不是因为它比较便宜，而是我觉得它把整个产品的平衡性做得更好了。它保留了 Iconix 一直以来很好的铝壳质感，保留了类吹结构的打感，也保留了 VR， 保留了3模连线。那续航呢，甚至从350个小时提升到了500个小时，而且重量的部分也更轻。对大部分使用者来说，这些改变比多一点点的豪华感来得更有价值。所以在我眼里 ，Magi 75并不是 MQ80 的降价版反而是 Iconix 把 MQ80 的经验重新整理之后，交出来一个更为成熟的答案。当然，它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它的 RGB 全开的话，它的续航只剩下10个小时。还有，如果你期待的是那种很强烈、很有个性的声音，它也不是走这个路线。它的调性比较内敛，比较像是一把你每天工作8小时都不会觉得累的工具。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 Iconix 的矮轴键盘，你推荐哪一把呢？我的答案毫不犹豫，当然是 Magi 75。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 Iconix 矮轴产品线中目前完成度最高，也最容易推荐给多数人的一把键盘。那 Magi 系列现在也有多了滚轮和4个字点键的 Pro 版可供选择，不过宽度和重量呢，可就不如无印版了。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在实体现场摸过 Magi 75，或是你是 MQ80 的使用者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Magi 75跟 MQ80 你更喜欢哪一把呢？那接下来7月，攻壳机动队2026的动画也快要开播了。Iconix 近期也有和攻壳机动队联名的 EV60 特别款，从键帽、外壳到轴体都是全新的设计，目前仅在 Iconix 的官网出售。喜欢电竞和攻壳机动队的玩家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啦！那本镜片就差不多到这边，感谢你的收看，我是 YC， 我们下次见，拜拜。